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详谈 Rolling Tech，This is True。今天会跟大家最主要会分享的科技话题呢，是最近刚刚推出的 ChatGPT 5.5。那这次呢，如果你是使用网页版的话，我觉得你会可能完全感觉不到它有任何的差别。所以我今天主要会跟大家分享的是，为什么我觉得这次的 ChatGPT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更新，同时间它也是普通人最适合去使用的第一个 AI agent，所以我今天会推荐大家一些最适合的去使用方法，以及你必须通过去下载它的这个桌面版的这个应用呢，你才能够完整的体验到这个 AI agent 跟之前 ChatGPT 的一些差别。那今天我们也会着重分享这一个部分。那在开始我们正式话题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聊的就是我最近对于 AI 改变我的3个思维呢的一些想法。那其实这个3个思维呢，是我之前在听黄仁勋的一个 podcast 的时候，他的一些分享。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当我重新的去套用这3个思维到我自己目前在做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原来它真的已经改变了我很大的一个思维。我觉得这个是你有了 AI 之后一定会发生的一个事情。我会觉得大部分的人如果没有这3个思维的转变呢，那他可能是在 AI 使用上面，他没有真正的理解到底 AI 可以如何去改变他的人生、改变他的工作以及改变整个世界。这3个思维是什么？第一个就是这件事情太难了，第二个就是这件事情要花很多时间，第三个就是这件事情需要很多人来做。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其实在讲的就是一个我们一直以来会觉得，诶，很多东西很难，不可能，我需要很多的人，我需要很多的时间，或者是这件事情根本不可能做到，这是一般人会有的一个思维嘛。但是呢，在 AI 时代呢，当你真正理解到 AI 能够帮着你做的事情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到，现在好像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能的，可能只是需要一些时间，或者是我的经验不够，或者是我不会利用 AI 帮我做到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就是我这个星期体验到的最大的一个转变，就是我发现到呢，我的生活中好像真的少了很多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就当今天不管是客户或者是我的同伴，他们抛给我一些非常难的一些挑战的时候呢，其实我的第一个 mindset 里面不会再出现像以前出现的不可能，这件事情我做不到，这件事情太难了，这件事情我需要请很多人来做。我会思考的东西是，这件事情很挑战，这件事情很有趣，我能够利用 AI 去让我能够更高效率，能够更加容易，能够更加简单的去完成这个事情，或者是我有什么样的一个方法，能够让 AI 帮我做到更加简化版的一个这个事情。所以你就会发现到，当你觉得这个世界没有不可能之后呢，其实你的整个人生、整个思维都会改变很多。这个 AI 呢，它其实不只是改变我的工作，它更加重要的事情是，它会改变我看待这个世界的一个角度，它会改变我看待这个世界的一个思维。有了 AI 之后，我现在好像有了很多的助手能够帮我做到这些东西，我也不再受限于人力的限制而觉得做不到。我会觉得我跟大公司或者我跟一个很难的项目之间的差距其实是非常小的。我觉得这个本质的改变呢，会让人类在未来有更多的可能性，因为现在我们更勇敢的去创造我们之前觉得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一个是我觉得在 AI 时代最重要培养的一个思维。如果你今天没有办法培养到这个东西，可能你必须重新思考，你是不是真的了解 AI，或者是你真的能够知道到底现在 AI 可以帮助你在什么地方吗？如果你今天只是把 AI 当成是一个让我的生活变得更便利，或者是本来我老板交代我的工作，我现在能够用更轻松的方法去完成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对于接下来整个浪潮的改变，你可能没有到完全了解。所以我会觉得在 AI 时代呢，培养这样子的3个思维呢，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软实力的一个技能包。那接下来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呢，最主要是在分享 ChatGPT 5.5具体发布了什么东西，以及是到底这个模型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那首先呢，ChatGPT 5.5呢，它基本上就是拿来去做 coding，或者是拿来去做我们叫 knowledge work，或者是我们一般的知识工作，或者是我们在讲的白领的一些工作，它最适合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任务。所以就是看到它可能不再是能解决你生活上的一些问题，它可能没有再往这方面去发展，它现在非常着重在企业的运用的部分，它非常着重在帮你完成工作的这个部分。那我觉得 ChatGPT 5.5的这个更新呢，它已经是把整个模型或者是整个使用呢，现在这个 AI 已经变成是一个非常全能的一个助手，它就是在帮你完成你的工作，它就是能够增加你的效率去完成你现在在做的一些工作，甚至是把你原本做不到的事情，现在你都能够做到。但是如果你是使用网页版呢，你可能会完全感受不到它的一个改变，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呢，现在可以去下载就是 ChatGPT 的这一个专门是用 for coding 的这个软件，它叫做 CodeX。
那这个 Codex 或者是有些人叫 Codex 呢，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就是，它虽然是本来的意图设计呢，是为了让大家有一个 coding 的一个 agent，就是有一个 AI agent 呢，是专门在帮你处理 coding 的这些任务。但是我发现到呢，它的设计呢，同时间也满足了，就是真正的帮你去完成很多你的一些知识工作。比如说像我自己会用来工作的部分，可能是帮我去做很多样的分析，帮我生成很多样的报告，帮我去看很多我订阅的软件里面去帮我回答一些问题。很多东西是，比如说在那个软件里面，我需要点按很多东西，进行很多的分析，我才能够得到的一些报告，得到的一些 insight，得到的一些结果，我才能够用这个结果，不管是回报给客户，不管是向团队去表达，不管是发现其中重要的一些重点呢，现在都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 AI agent 去帮我完整的去做分析，完整的看了所有事情，去帮我执行这些任务，最后给我一个真正能够交付的一个结果。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差别，他真正的在帮我完成这样子的一个工作。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析到底 Codex 里面可以做到什么样的一个事情。首先第一个东西呢，就是它现在是能够帮你去生成 spreadsheet、生成 Excel file，或者是帮你去完成你的 Excel file 的。比如说你告诉他的一些规则，你告诉他你想要做什么样的东西，你可能给他一些其他之前你做过的例子，或是你给他一些你现在想要做到一半的一个 Excel， 它能够直接帮你去完整的分析，甚至呢能够调动你公司的一些资料之后呢，自己看懂了所有资料，直接帮你填入所有的资讯。帮你完整的去把 Excel 给完成，帮你完整的去做到你本来需要自己手动做到的事情。他接收到了你的指令之后，会开始帮你去做任务。那实际上我们现在讲的很多东西呢，都是我在这2个月一直在分享的，就是我们在讲的 AI agent， 我们在讲的 Claude Cowork 或者是 Claude Code。那其实 Codex 呢，它就是跟 Claude Code 同样的一个产品，所以基本上你就可以想象它就是一个能力非常强的一个 AI agent。那我觉得很大一个重点就是呢，随着这个 ChatGPT 5.5的这个更新呢，现在 Codex 的这个能力呢，跟 Claude Code 的能力，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接近的，已经能够到达了第一梯队的这个程度。所以这个时候再回到我们讲这些知识工作呢，你就会发现到，像 Codex 要做这些知识工作，其实是非常简单，或者是它非常能够得心应手的去帮你做到这些事情的。那它还能够帮你做什么呢？比如说，它能够帮你做 PPT 的 slideshow。当然，目前为止，我觉得像上个礼拜我分享的 Claude Design 呢，在 slideshow 的部分可能是更加强大的一个功能。但是呢，现在 Codex 也能够帮你做的事情，就是它能够根据你要的一些资料，或者是直接帮你分析你的一些文件之后，直接帮你生成一个 PPT，生成一个 slideshow。同时间呢，当然它就是可以做到，比如说帮你去做网站，比如说帮你把很多的数据给 visualize， 帮你给视觉化出来，帮你去呈现你需要用到的一些数据，帮你把这些数据库变成另外一种形式的报告，变成任何你想要的一个类型的一个输出，让你能够不管是用 slideshow 的方式去 present， 用 PDF 的方式去 present， 用 Word 的方式去 present， 用 Excel 的方式去 present， 它能够更好的帮助你去整理你的一些档案，去挖出一些资讯里面的重点，直接帮你完成很多大量的一些繁琐的分析之后呢，给你一个很好的结果。那我平常一般在用的一些功能，比如说，我会让他帮我去算账，我会让他帮我去查询我的 bank statement 里面我找不到的这个 transaction， 很多这些很琐碎的东西，在 AI 还没有出现之前呢，这些事情很多东西都是我需要手动去完成，比如说，transaction 我需要一个一个去按，我需要去一个一个去检查，我需要看大量的一个数字去找到中间的一个漏洞，我需要看很大量的一个数字找到我需要的这个号码。这些东西呢，全部都很适合让这个 Codex 或者是让 ChatGPT 5.5来帮你完成，所以这边就是能够让你很大效率的能够增加你的工作的一个流程。实际上，如果你已经知道如何去跟 Codex 去交流呢，你会发现你的工作有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就是你在开始工作的时候呢，Codex 更加像是你的一个助手。大部分的工作，当我今天想要做什么的时候，我就会去想，那我怎么样把这个任务交给 Codex 去做。我就会维持这样子的一个10、80、10的一个原则，就是前面的10呢，是我必须知道我今天要做什么，以及我有什么样的资料，我必须把它喂给 AI，让它去执行。那当我下达指令之后呢，Codex 就会帮我做中间80% 的部分，他会去做执行，还会去读取我给他的所有的资料，他会去把它变成我需要的一个输出。那在做完所有的事情之后呢，我要做的就是去检查它生成的这个结果，或者是生成的这个报告是不是我要的一个东西，细节上是不是足够符合我的一个需求。如果不符合的话，我会让他去修改，然后慢慢的调整成一个我觉得最合适的一个工作的方法。然后当我发现到他做的不错之后，我就会把它变成一个 skills，变成一个技能包。
这样子当我下次在执行类似的任务的时候，我就会调出这个技能包，让它开始帮我进行，我就能够确保每一次我得到的那个结果都是非常接近我需要的，所以我就能够把很多我每天重复性的一些任务都交给了他。当然，实际上在过程中，当然之前我是使用 Claude Code 啦，但是现在我把它移到了Codex 之后呢，我发现到它还是能够做到非常接近的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 Codex 已经完整的满足了这些功能。尤其是我们在做一些非常繁琐的一些知识工作，我就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工具。所以我这样子用下来之后呢，我就会发现到我慢慢的累积越来越多的技能包，我有越来越多的工作能够让 AI 帮我去完成。我就会发现到我在每天工作中呢，我就能够用更少的时间，却能够完成更多的事情。我就能够把我的精力呢更加专注在更加重要的任务上面。很多比较繁琐的任务呢，以前是花我很多时间、花我很多人力去做的，但是呢，现在我都完全交给了 QuickX 帮我去进行，我就尽量不把我的精力消耗在这里，因为你会发现到，当你使用这样子 AI 人越多之后呢，你的精力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稀缺，你的头脑也能够思考到的东西，因为你需要不断的去检查 AI 的一个输出，所以你必须很强调在如何能够把自己的精力给控管好，如何把一天的精力给放在最对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AI 人带给我的最大一个改变。那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完整的体验这个东西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你必须连上这些 connectors。那 connector 是什么？connector 基本上就是一个连接器，或者是我们讲的 API，或者是我们讲的一个接口。这个接口呢，它可能是我们最新在用的，可能是叫做 MCP 或者是 CLI。当然这些观念你都不知道，但是呢，你只要去看一下它目前有没有支援你在用的一些工具，比如说大家在用的 Slack，或者是像我自己在用的 Monday.com，或者是我可能用了一些数据管理的一些工具，或者是报告类型的工具，或者是 Canva，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能够储存我们公司数据、公司资料的一个地方。你这个时候，当你连上之后，像我连上了我的 Google Drive， 我连上了我的 Calendar， 我连上了我的 Task To Do List 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到现在开始 CodeX 能够做到一个全新的一个层次。比如说，每天早上起来，我都会让它直接帮我去分析，在我大量的可能 email， 在我很大量的任务当中，有什么样是非常关键的，它会帮我列出来。今天一定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今天你有的会议是什么？以前要做完这个东西呢，我可能需要点开3个软件，然后我看到很多任务之后，我需要手动去调整他们的日期之后呢，我才能够完整的看到今天我要 focus 的东西是什么。但是现在呢，透过 AI 帮我做完这些东西呢，我可能只需要打开电脑，输入这一串字之后，或者是可能是我已经设定好了 automation， 每天早上一打开电脑，我就自动能够看到这些资讯。它一天至少能够帮我省下10分钟的时间，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东西是它能够帮我省下很多的精力。我在维护这些任务们，我在维护我的信箱，我在维护我的行程，它能够帮我节省很多这些时间，让我能够把精力放在更重要的事情。所以呢，就可以把它想象，它就是你的一个助理嘛，你不需要自己去编排自己的行程，你可以交给这个 AI agent 去帮你编排这样的一个行程。这些都是 ChatGPT 5.5可以开始做到的一个东西，也是让我非常惊讶，同时间也让我觉得 ChatGPT 真的是跟上了第一梯队，或者是 ChatGPT 重新回到了这个领先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那接下来我会聊聊是我在使用 CodeX 的一些感受。那我在使用 CodeX 几天之后呢，我目前为止的体验就是，第一个是我可以感觉到它的速度非常的快，就是尤其是比起 Claude 的一些模型，它可能需要思考很长的一些时间才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在 CodeX 呢，它能够执行的非常的快，甚至有一个能够让你把任务做得更快的一个选项。所以呢，这次是让我感觉到体验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再来呢，是我感觉到它的算力非常的充足，就是目前为止我愿意用着的只是 ChatGPT Plus， 就是我还不是用着它更贵的一个方案。但是呢，我今天只是用这一个$20的方案呢，它其实在我使用了一天，大概是使用差不多10多个任务之后呢，它都还没有 hit 到我的一个5个小时的一个 limit，也就是说呢，一天里面大概我就是能够做了20-30个任务都是可以做到的，这个是我目前为止觉得非常好的地方。实际上一开始我在使用 Cowork 的时候呢，其实它都不能够做到像现在这样子的一个 ChatGPT 给的一个容量的一个程度，更何况 Claude 之后还不断的下修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功能，或者是不断的调低你每一天能够使用的这个使用量。所以呢，我觉得在 ChatGPT 这里呢，就能够感觉到它非常的大方，给你的那个量呢是非常足够的，所以你用起来你就不会觉得非常的卡，或者是这个东西做不到，那个东西做不到，或者是工作只做到一半，我就把我今天的 limit 用完了。这些东西目前为止在 ChatGPT 上面都不会感受到了。当然，如果你是用一些很复杂的 coding 任务，当然你还是会很快的 hit 到你的 limit。但是呢，我觉得这些任务可能就会更加值得你去可能上到它的$100的这个方案。
那最后我来做一个总结的话，我会觉得目前为止 Gemini 呢已经跌到了第3名，就是可以感觉到现在所有的 AI 模型呢都在朝着 AI coding，就是能够帮你去做 coding，能够帮你去完成工作上的任务这一个指标或者是这一个方向去前进的。那目前为止走到第一的当然是 Claude， 它一直以来在这里耕耘了很久嘛。那在第2名呢，目前为止就是 OpenAI， 它的这个 ChatGPT 5.5呢真的是让我感觉到非常的 refresh， 或者是非常的好用，或者是非常的让我觉得 ChatGPT 已经跟上了大队，跟上了第一梯队，跟上了这个领先的这个潮流。那 Gemini 呢，就是因为它的模型迟迟的没有更新嘛。当然，目前为止大家的预测，它就是会在下个月它的这个谷歌 I/O 上面才会发布它最新的一些进展嘛。所以在还有1个月的时间里面呢，就可以感觉到呢，其实目前为止领先的还是 Claude 还有 ChatGPT 这2个模型。当然，你说 ChatGPT 5.5的一些缺点，或者是它的一些能力上面，肯定是跟 Claude 比起来还有一些输的地方，很多细节上面，很多能力上面，毕竟Claude 的迭代速度非常的快，同时间 Claude 也有了一个先发的一个优势，它在企业的部分呢，也可能累积了更多的一些资源，它能够有更多的一些接口，或者是它吸取了更多用户的一些反馈之后呢，它能够更加的知道大家需要的功能是什么，能够更加专注的开发更多实用的功能。这个呢，目前的 ChatGPT 才刚开始踏入这个领域，它肯定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够追上。但是呢，就感觉到其实 ChatGPT 5.5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模型，同时间也是真正的奠定 OpenAI 很坚定的想要往这个企业的方向去发展的一个方向。那顺着这个话题呢，我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OpenAI 最近的一封内部信的一个流出。那基本上就是他们的某一个非常高职位的一个可能是财务部门的一个人呢，他向他们全公司发起的一个内部信，就是告诉大家现在我们的公司专注在什么地方。那在这个内部信里面呢，他们就有直接强调了，就是他们接下来就是会往企业端的部分去发展。我觉得这个角度也蛮容易理解的，就是因为他们发现到呢，只有企业才会真金白银的把钱丢给他们。而如果是 focus 在他们之前非常擅长的 B2C 领域呢，也就是所谓的大众市场的话呢，很多人都是在使用免费的模型的，很多人都是坚决不订阅，或者是很多人都觉得，诶，现在 ChatGPT 都蛮好用的，或者是很多人都觉得，诶，AI 是很好用，但是呢，我不需要付费，所以他们就会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他们不断的加强了他们的模型，但是呢，订阅的人数却迟迟的没有跟上了他们去投入的这个资本，所以他们必须要找到一个真正能够让他们回本的地方，而这里只有企业市场。如果今天它能够帮助企业完成更多的任务，它能够帮助企业里面的员工完成更多的任务，那这些企业呢就能够少请更多的一些人。那如果今天企业能够少请更多的一些人，他们就能够把他们本来要支付的员工的薪水呢，转而支付给这样子的 AI 模型公司。这个就是目前的 AI 模型公司在主打的一个 productivity， 或者是我们现在讲的一个工作效能的一个战场。只要我这个 AI 模型呢，能够让你用更少的人就能够做到更多事情，做到比以前更多的一些业务呢，所以就会有更多的大公司开始思考，我真的需要那么多人吗？所以其实现在也有很多公司在做的事情，就是他们开始不断的去裁员，尤其是在一些非常国际的一些大组织呢，他们都是不断的去裁员，因为他们发现到有了 AI 之后呢，他们能够用更少的成本做到更多的事情。那省下来这些成本呢，我再把其中一部分付给了这些 AI 模型，我实际上省下来的钱，或者是我能够赚到的钱，还是比以前更多。这个就是整个 AI 发展的一个方向，也是所有 AI 模型会不断的延伸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所有在白领工作的人呢，就会持续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挑战，就是要么我成为那个会使用 AI 能够帮助公司带来更大价值的人，我去说服我的公司，或者是我的公司已经知道了需要使用这样更多的一些 AI 模型，而我知道如何去帮他们最大化他们这些 AI 模型的这些投资，让他们在投入这样子的一个成本之后呢，能够帮公司赚到更多的收入，或者是帮公司省去更多的一些费用。这个是一个方向。那另外一个方向呢，则是我发现到 AI 开始不断的取代我能够做到的事情，然后如果这个时候我没有办法发展一个新的一个能力的话呢，那我可能就会面对被裁员，或者是我需要重新换一份工作的一个风险。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大家需要持续关注跟持续注意的。当然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会觉得 AI 带来的明天还是非常非常的美好的，只是在我们去到这个美好的明天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必须学会去改变，我们必须学会去学习，我们必须跟上这个 AI 的这个大的一个浪潮，我们才能够确保我们能够活着，我们能够更加开心，我们能够更加从容的看见一个更美好的一个明天。那这个就是我这个星期的一些分享，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见，谢谢大家，拜拜。